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街机平台的格斗游戏《斗鸡传承：天使之眼》。我选择了主人公，叫做玉锤雷米。这款游戏可选的8个角色都是女性角色，全是女性角色的格斗游戏，大家可以给它简化一下，起个名字呀。这款游戏呢是1996年托库摩出品的。但是当时这个制作小组呢，还肩负着公司的另外一款死或生的开发，所以说开发的时间还有人员都得不到保证，最终游戏的品质呢可能没有达到预期。我打的这个角色叫做玛丽和他的泰迪熊，这个泰迪熊竟然还是国王。我的招式呢有一个飞行道具，有一个升龙。后重脚呢是升雷脚，再加上一个大招，这个大招叫做情感超杀。打的第2个角色，这个角色叫做古藤子。我看到这个角色，我就意识到自己选错人了呀。为什么不选择带有物理引擎的角色啊？咱就是说非常后悔吧。但是主人公也可以啊，就是若隐若现的吧。这款游戏的系统还是非常丰富的，每局开场的时候呢需要抢空，并且呢在空中最多可以4段跳。空中呢也可以急停，敌人打飞之后也可以追打，并且呢还有防御反击技。能看出来原本这款游戏可能要做的更加丰富一些。第3个角色看起来咱们真的是大错特错了呀，这真的是选错了人啊。第3个角色呢，你可以叫他公路之星，也可以叫他星道子。星道子就是日文的叫法了。这款游戏还出过 PS 的版本，元素呢更加丰富一些。对面好像放了个超杀，被我打掉了呀。我这个超杀看起来比较凶啊，但其实呢蹲着就可以躲了。我的天啊！对面放超杀竟然是开车，这个我忍不了啊。第2局直接就开始啊，游戏的节奏还是非常快的。咱们一共需要打9局，8个常规角色，最后再加上一个大天使。哇，这局对面好凶啊！一个超杀他吃全了，带走。那游戏的剧情呢，就是有8位天使，这8位天使只有1位最后会当上大天使，所以说他们之间要进行争斗。争斗的时候呢，需要平移在人类身上，就是咱们选用的8个角色。剧情很简单了，格斗游戏嘛，无所谓。这里要打自己，对面是红色配色的，因为游戏的攻击键呢是4个，轻拳、轻脚、重拳和重脚，我就用轻拳选的人。那如果按其他按键呢，可以选择其他的配色。现在看起来这个红色的配色好像更好一点，因为红色和白色呀对比更加的明显，蓝色呢一般。所以呢，我不仅是选错了人啊，我连配色都选错了。这个下次注意吧。看一下下一个打谁。这个角色叫做丽娜，但是明显感觉和我不是一个引擎的人物啊。
所以说这款游戏呢，虽然是正经的厂商开发的，但玩起来有一点木根化了。竟然打了一个3D 角色，这个3D 角色腿好长啊！我感觉攻击范围啊比我远多了。还好呢，游戏不是一个3D 游戏，后面应该还会出现这样的角色。不知道小组为什么这么做呀？可能是开发时间不够。原本可能想要把所有的角色都换成这种3D 的。这个脚真的过分了，伸出太远了。好的，一个超杀带走。AI 真的是不太聪明啊，其实蹲下就可以躲开了。这女主看起来还可以啊，还可以，也有一点物理引擎。打的这个角色看起来是一个忍者，这个忍者呢叫做霞雾湖，霞可能是姓啊，名字叫雾湖。雾是雾霾的雾，湖是湖水的湖。这款游戏我感觉人物名字都挺奇怪的。我还现查了一下资料，查了一下日文的资料，又查了一下英文的，确认了一下，结果发现没有错。追打这一下很疼。追打的时候呢，需要屏幕上出现提示的字样，按上按角。对面应该是放了个超杀，这个超杀呢被我用防御反击技打下来了。我选这个角色也是因为看起来有一点眼缘啊，感觉有点像街头霸王的鹰。好，这个角色叫做丽华，我的人物呢是雷属性的，这个家伙是火属性的。在人物设定上，应该和主人公是宿敌的关系。通关之后还能看见他俩在剧情里打架。但我为什么没选对面这个角色呢？因为对面这个角色呀，防御力太低了，护甲有点多。两个轻脚带走。这个轻脚我怎么感觉看起来姿势这么熟悉啊？想不起来是哪个游戏里边的人物了。这已经是游戏的最后了吧？这个角色叫做千代子，哎，这个名字还比较正常一点。但他这个 AI 不太正常啊，一直在升龙，升龙下来就挨打。所以说这个角色可能是最好打的。这脚踢得不错呀，动作幅度很大。抢空，哇，这一套血量不少啊！哎，这一下是他的大招，我应该是没有吃全，吃全了的话，血量应该会剩一点了。这样8个常规角色都打完了，最后呢，咱们要打大天使。大天使一看啊，也是3D 的。感觉就是跨服聊天啊。
这一拳好疼啊！毕竟是最终 BOSS。打这个最终 BOSS 呢，最好是打防反。他放了个超杀，我也放了一个。因为 BOSS 的技能都是多段的，这样咱们搓招也方便一点。主人公站着的姿势啊，背站的姿势看起来我有点晕啊。一个脚的投技，下来还能接很多招式。差不多了，差一脚。好的，这样通关。那好吧，这样一款街机平台的格斗游戏《斗鸡传承：天使之眼》就给大家录制到这儿。这款游戏呢，感觉系统方面做的还不错。那制作小组可能当年呢想把这款游戏做得很完善，但是由于开发周期的问题，所以说后续的作品也就搁置了。那感谢大家收看吧，咱们下个游戏再见。